开封哈密瓜泡酒。拍视频之前，我分别用10款酒尝试过，最后发现用20度的真露泡的口感最好。酒体是清透的米黄色，入口是很清爽的哈密瓜香气，口腔中是水果的甜味和果味，比哈密瓜果汁中的更加清透鲜爽。回甘又是哈密瓜的香气，来时迅速，散去的也很快。像西瓜和哈密瓜这种甜口果味比较明显的水果，最好用低度数的酒来泡，泡完也不要放得太久，尽快喝完。我在尝试一些组合式的泡法，把前中后口有特点的水果做一些更丰富的组合。哈密瓜用低度数的酒来泡，个人感觉是4星半。一杯独具森林气息的鸡尾酒，起个名字叫邂逅晨光，如何？调鸡尾酒的时候加冰降温，可以让植物香气更加清透。加入阿培罗晨光酒，带来橙子风味的同时，颜色还很透亮。少量柠檬汁可以增加入口的酸爽感，但加入量非常少，否则会影响森林气息的感觉。接下来就是鸡尾酒的重点，100%天然白桦树原汁，上市企业哈口科出品，27年国货老品牌，品质有保障。采用 NFC 非浓缩还原工艺，工厂就在小兴安岭森林下面，从采收到灌装6小时完成，锁鲜效果很好。100%的天然白桦树汁，零香精、零防腐剂，直接喝口感也很独特。前口有明显的森林气息，仿佛穿越在小兴安岭的白桦树林里。中喝口还有淡淡的木质香，很是清爽，含60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、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，酒后餐后来一瓶也非常不错。然后气泡水补满，最后放入装饰。这杯森林气息的鸡尾酒邂逅晨光制作完成。这是4毛钱的大麦芽，这是4毛钱的小麦，如何在家做成一杯价值10块以上的精酿啤酒呢？第一步，研磨。研磨的关键是麦芽做到芯碎皮不碎，这样才能确保糖化充分。家里没有专门研磨机的朋友，可以用擀面杖，虽然费点劲，但千万不要用破壁机，因为皮儿也磨碎的话，糖化就会出问题。第二步，糖化。将麦芽粉加入75度的热水，专业酒厂一般会有专门的糖化锅，工作基本原理是保持66到68度，恒温1个小时。我发现家里的烤箱有恒温功能，于是这一步也可以轻松实现。1个小时后，过滤出麦汁儿，再加入75度热水冲洗出残留的麦芽糖即可。第三步，熬煮。过滤出来的麦芽汁需要熬煮90分钟，只需要按照时间投放啤酒花即可。这一步的关键是小火，否则酒就会变少了。第四步，冷却。专业玩家会提前下盘管，熬煮完成后，盘管里通冷水即可快速降温。不过我们家庭的方式也可以在冷水里加冰，做成外围冷却源。这一步的宗旨是快速降温，因为麦汁温度过高就会面临的氧化、感染杂菌等一系列风险。第五步，沉淀。冷却至15度以下，麦汁相对稳定，搅拌一下后静置15分钟，再吸出上面的麦芽青汁，准备发酵。第六步，投放酵母。按量投放酵母后，搅拌均匀，安装单向排气阀，基本上就大功告成。第七步，发酵。18度的环境，我发酵了7天。发酵的关键是温度，温度过高，酒的香气不够；温度过低，酵母休眠也不行。不冒泡的时候，代表发酵基本结束。这时候的啤酒是没有气泡的，我简单过滤出来一些，倒入啤酒打酒桶。没有打酒桶的不要着急，且听我先分析完口感再来解决。安装好后，冲入二氧化碳，就得到了我们常说的精酿生啤。优点是啤酒花像巴氏杀菌，保质期就可以达到1年。因为经过60度的杀菌，所以这种啤酒一般叫熟啤，可以工业化生产，价格也比生啤便宜了很多，售价大概5到10块吧。放凉后品尝一下。看来我打气后装瓶的方式是不行的，基本没有保留住二氧化碳。不过没事儿，再给它冲一次二氧化碳就行。酒花香气掉了很多，鲜爽度也掉了很多，后口多了一点苦，好喝度大概维系在精酿生啤的60%左右吧，但比工业啤酒依然要醇厚，好喝很多。而我们家酿或小批量制作里最流行的是第3种类型，瓶内2发，把没有气泡的酒倒入酒瓶，
由于没有巴氏杀菌，所以酵母还活着。每瓶加入2颗糖后封盖，接下来酒液里残留的酵母会跟新加入的糖进行再次发酵，从而产生天然的2氧化氮。放置14天后开封品尝，麦香掉了一点，酒花香气反而更加明显。整体口感比第一次生啤醇厚了一些，而且少了一些酵母味儿。我个人喜欢这种方式，但残糖和室温等不可控因素导致存在爆瓶的风险，所以售卖这种方式的很少。这种方式的保质期有说1个月，也有说半年的，具体我只能试验，最后这瓶保存下来，半年后再来开启。到底水果浸泡工艺的露酒，大家是否喜欢喝呢？俗话说，实践是检测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怀着这个理论，我开启了1年邀请大家品尝反馈的活动，每一批浸泡周期都在3到6个月，所以今年一共做了4批酒，正好1年做个总结。第一批是红枣朗姆泡酒，酒精度30.4，含糖量23.56。送这款酒是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到红枣的香气，浓郁的枣香绵柔丝滑，酒精度很高，但入口依然舒服自然。有些朋友反映过甜和酒精度略高，所以在做第2批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时候，我适当降低了酒精度和含糖量，分别是22.8度和8.4的含糖量。还有朋友说酒精度高，但说甜的明显少了。送这批酒是因为草莓的果味跟威士忌橡木桶的味道融合得非常好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酒和水果滋味互补的美妙。第3批做红茶荔枝酒的时候，我又降低了酒精度12.9度，含糖量6.3。这款酒主要是红茶滋味弥补了纯荔枝泡酒后口单薄的缺点，也是比较不错的组合。第4批是胭脂梅泡酒，正在检测中。这款酒的特点是梅子的酸爽感有一股一爽到底的穿透力。通过这1年的反馈，我认为浸泡果酒最终酒精度在10到15度，含糖量控制在6、7左右，应该是适合大多朋友的方向。最终下来，微甜的口感，清新的果味，后口酒精微妙的刺激，应该是最好的果酒吧。截至目前，一共邀请大家品尝过2次泡果酒，有一些朋友反馈有点甜，其中红枣朗姆酒的含糖量是23.6%，因为红枣自身的含糖量有点高。后来测试了不加糖的红枣朗姆酒，含糖量也有18%，所以在泡草莓威士忌的时候已经减少了冰糖的用量，最终检测含糖量为8.4%，个人感觉还行，但依然有些朋友反馈有点甜，所以在泡胭脂梅和红茶荔枝酒的时候，我又降低了冰糖的用量。前几天在朋友家喝到了一款果酒，没有明显的甜味，决定研究一下。从生产工艺来看，借鉴了葡萄牙波特酒的工艺，在水果发酵后期加入了水果白兰地和朗姆酒，这样既保证了果甜和果味，又提升了酒精度。入口没有明显的甜感，中口是青梅的果肉味，后口是青梅独特的果酸，回甘有一点果甜和果酸的融合，相对比较持久。喝完口腔会有一点酒精的刺激感。其实品酒有一个乐趣，就是酒精的刺激感，刺激感恰到好处的时候，就像给口腔按摩一样。这款酒正好是这样的感觉，不会感觉明显的甜，但入口依然很舒服，是值得我借鉴的地方。于是我检测了一下含糖量，结果显示5%左右。通过这款酒的感觉，我以后泡酒要多做一些含糖量的对比实验，去平衡好甜感和酒精度。瓶盖的设计也非常有意思，需要按一下再拧，有点像一顶黑色的绅士礼帽。酒精度是21，多种口味可选，不管从外观设计还是酒体口感，都显示出品牌的用心。含糖量不高，果味也相对明显，而且这种创新的工艺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。